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是中共20大闭幕后首位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此次阮富仲在中共20大后访问中国，体现出中越两党两国的特殊情谊和密切交往。中共20大后继续拓展外交，继阮富仲访华之后，中国未来1周还将迎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问。10月3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军乐团奏越中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阮富仲举行会谈。总书记同志是我在中共20大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此行也是你在越共13大后首次出国访问，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对发展中越两国两党关系的高度重视。当前中越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和两党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我愿同总书记同志就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等深入的交换意见。习近平介绍了中共20大主要情况，表示新时代中国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中共20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团结奋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立足本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成功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日益焕发出蓬勃生机。同时，人类进步事业发展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风险挑战。中越两党要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绝不让任何人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让任何势力动摇我们发展的制度根基。关于进一步发展中越关系，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中越关系而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两党中央领导集体要加强沟通交往，及时就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两党中央和地方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双方高层共识，加强交流互鉴，提升合作成效。新形势下，中越两党要加强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保持两军高层沟通和战略对话，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成果，维护好各自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双方要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方愿同越方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两国互联互通，共同构建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鼓励实力强、信誉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赴越南投资，深化两国在医疗卫生、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Về phần mình, tôi cũng đã làm đúng theo lời hứa với đồng chí Tập Cận Bình là nếu điều kiện cho phép thì tôi sẽ thăm Trung Quốc là nước đầu tiên sau khi tôi được bầu lại làm Tổng Bí thư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từ tháng Giêng năm 2021. Có đúng không ạ? Một lần nữa, tôi thay mặt Đảng, Nhà nước và nhân dân Việt Nam nhiệt liệt chúc mừng thành công rất tốt đẹp của Đại hội 20 Đảng Cộng sản Trung Quốc. Điều này thể hiện sự ủng hộ mạnh mẽ của toàn Đảng, Nhà nước và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đối với những đóng góp to lớn, vai trò lãnh đạo của đồng chí Tập Cận Bình với toàn Đảng, toàn dân, tạo ra những thay đổi vĩ đại trong 10 năm của thời đại mới chủ nghĩa xã hội đặc sắc Trung Quốc. Và đối với uy tín sâu rộng của đồng chí Tập Cận Bình
trong cộng đồng quốc tế。阮富仲说，完全同意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两党两国关系提出的重要建议。越方高度珍视和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将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会谈后，习近平和阮富仲共同见证了双方签署的政党、经贸、环保、文旅、司法、海关、地方等领域合作文件。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31号在人民日报发文指，阮富仲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共20大胜利闭幕后中方首次接待外国领导人来访，是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承前启后的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必将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文章提到，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的战略引领，赋予两国传统友谊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这次呢，是在中越两国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次重要的访问，通过这种全面的、深入的战略沟通和交流，然后呢，确定更多的双方务实合作的共识，还有将来呢，这个双方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还有政治上的一些互信都会得到增强。我想这会对双方今后双边关系起到一个领航定向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我想中越两国作为这种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我想这次访问呢，也能会为这些传统友谊注入一些新的动能。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30号发表社论称，在中共20大圆满闭幕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立即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展现出中国对越南国际地位、作用以及对阮富仲总书记个人的重视。社论称，这是越南和中国特别重要的外交活动，将推动越中睦邻友好传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步入新发展阶段。此方也肯定越南的一贯主张，即重视对中国的关系是对外政策中的头等优先事项。5年前的11月，中共19大闭幕后，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选择越南作为首次外访国。阮富仲则从2011年1月开始历任第11届、12届越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书记，2021年至今任13届越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书记。阮富仲曾多次访华，他2011年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于同年10月、2015年4月和2017年1月访华。越通社引述专家的话分析称，此次阮富仲访华可以说是对习近平2017年访问越南的一次回访，这体现越中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是紧密的经贸合作伙伴。越南前3个季度 GDP 增长8.83%，第3季度更是达到了13.7%。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越南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密切合作。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多年保持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1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300亿美元。外界分析认为，两国产业产能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这无疑将为中越经贸关系行稳致远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有观察指出，近来美国与越南的互动频繁，也令阮富仲此次访华备受关注。近段时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不断煽动所谓对华保持警惕的气氛，而阮富仲的到访正反映出中越在局部的分歧不会阻挡两国的团结和友好，这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越南希望保持健康的中越关系。美方一直在释放这种信号，它其实对于中越关系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这种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它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挑拨双方的关系，然后尽量去破坏双方关系这种长期企稳向好的这种态势。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企图呢，无一例外呢都是徒劳的。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双方之间的关系呢，具有一些内在的增长动力，它很少，或者说它可以避免外来的这种干扰。继阮富仲访华之后，中国未来1周还将迎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问。其中，舒尔茨访华创造了多个第一，这是舒尔茨任内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他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位访华的G7国家领导人，也是中共20大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舒尔茨此前多次表示不支持与中国脱钩，并称德国正在努力实现多样化，人们将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中国在中共20大后迎来高层外交来访的热潮，这也是中国密集展开主场双边外交的一周。美国彭博社称，这一系列外交活动显示，中国有意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引领世界。巴西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最终结果出炉，巴西前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在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向巴西当选总统卢拉致贺电，祝贺他当选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习近平称，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卢拉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责任。建交48年来，在两国历届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巴长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卢拉当选总统一道努力，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共同谋划，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的统计结果，卢拉获得了50.8%的选票，而其对手现任总统博索纳罗获得了49.2%的选票。这是巴西自1985年以来最两极分化的一次选举。Governar esse país n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mas eu tenho fé em Deus que com a ajuda do povo nós vamos encontrar uma saída para que esse país volte a viver democraticamente, harmonicamente, e a gente possa inclusive restabelecer a paz entre as famílias, entre os divergentes, para que a gente possa construir o mundo que nós precisamos e o Brasil. 目前，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尚未承认败选。他此前曾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投票系统存在欺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衷心祝贺卢拉先生再次当选巴西总统，祝愿巴西国家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多国领导人祝贺卢拉赢得巴西总统选举。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称，祝贺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在自由、公平和可信的选举中获胜。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卢拉的当选开启了巴西历史的新篇章。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表示，他期待与卢拉合作，加强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卢拉出生于1945年10月，于1980年创立巴西劳工党，并在2003年至2010年连续担任2届巴西总统，是该国历史上首位工人出身的总统。2018年4月，卢拉因贪污指控入狱，后于次年11月出狱。2021年，卢拉之前的犯罪判决被巴西法院裁定为无效。卢拉于2022年5月正式宣布搭档圣保罗州前州长阿尔克明参加总统大选，这也是他第6次参选。从选前民调结果来看，卢拉的支持率始终领先于博索纳罗。他曾表示，如果成功当选，他将着手重建巴西经济，加强公共财政管理，限制国家重点行业的私有化和实施税制改革等。在国际政策方面，卢拉承诺将加强拉美国家间的合作机制，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并努力提高巴西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已经是卢拉第3次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有分析称，他的胜选也标志着拉美地区一连串左翼胜利的延伸。自2008年以来，该地区7个最大的国家中，已有6个国家选举出了左翼领导人。卢拉可谓是中国的老朋友，在他的2003年至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巴两国之间贸易往来从60亿美元到其卸任时达到760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卢拉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共的正确决策。tem tomado posições acertadas, sabe, sobretudo na economia, na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A China, nos últimos 30 anos, teve um crescimento econômico extraordinário. O crescimento econômico ele só tem sentido não pelas reservas internacionais que tem um partido, mas pela qualidade de vida que o povo desse país está conquistando. E eu acho que a China tem evoluído de forma extraordinária e eu fico torcendo que outros países
possam seguir o exemplo da China. E esse crescimento não foi possível apenas porque a China cresceu economicamente, a China cresceu seu comércio exterior, a China avançou em ciência e tecnologia. Ele foi muito importante porque teve, da parte do governo chinês, a ideia de que era preciso combinar o crescimento econômico da China com o crescimento econômico da sociedade, o crescimento das exportações com o crescimento, do mercado interno chinês, que é muito importante。分析认为，卢拉再次上台将使中巴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卢拉倾向于务实的外交政策，他或将展现平衡的外交姿态，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和拉美邻国的良好关系。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当前及今后一段的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敦促美方停止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王毅强调，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20大报告。通话中，布林肯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中共20大和大会报告。王毅表示，20大是一次团结、民主、进取的大会。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响应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已经被证明成功的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将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大会对外发出的重要信息是，中国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继续奉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这是中国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提供的最大稳定性。王毅说，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20大报告。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美方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主观臆测，更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实际上，中美在相关议题上以及在内部的争端上，都是围绕对方的政策是否公开透明。中美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所以我们担心的是，双方因为误解彼此而错过了很好的沟通与交流时机。我们需要把握每一次契机，把我们所要表达的以及我们真实的情况让对方看到。就在28号，王毅接受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到任拜会时，也同样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共20大的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并强调美方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想着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伯恩斯表示，高度关注中共20大，认真研读了20大报告。中方的介绍有助于加深美方的理解。不过，继今年8月美国推出芯片法案，妄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后，日前拜登政府试图打压、削弱中国获得和自主开发半导体关键技术的政策力度再度升级。10月7号，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宣布了一系列在出口管理条例下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新规，以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高端芯片的能力。新规禁止将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先进芯片销售给中国，还限制美国人员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境内某些半导体工厂制造、开发或生产。这被视为9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最大转变。分析指，所有主要芯片设备制造商都将受到新规的影响。事实上，美国最新举措给全球经济界带来了震动，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的股票应声下跌。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院国防政策专家塞耶尔斯认为，此举反映出拜登政府的新举措是着眼于遏制中国的进步，而非简单的寻求公平竞争。王毅在通话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不仅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美方应停止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美方出台对华出口管制新规，限制对华投资，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必须予以纠正。布林肯表示，世界期待美中合作，美方愿就下阶段美中关系同中方保持沟通，开展合作，探讨两国关系的基础。
实际上，它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标准。一方面，我希望你跟我共同去做一些公共事务，并且希望你在全球的公共事务中承担更多。但另一方面，我的技术管制以及对你企业的投资审查，从来都是越来越严的。总体上来看是一个积极的，但是过渡到细节上来看，还要看后续的落实情况。双方还就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王毅强调，各方应保持克制、冷静决断，加大外交努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关闭谈判的大门；只要有1%的可能，就要为和平付出100%的努力。在美方释放的通稿中，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双方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的需要。深圳卫视注意到，此番通话是中共20大闭幕以来中美高层的首次通话，而外界普遍预计王毅将继续主管外交事务。有学者认为，这显示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高，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将在未来5年内继续得以落实。值得一提的是，外界注意到美方近期一直对外营造关于中美元首可能会晤的氛围。拜登将于下月11号赴埃及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紧接着将赴柬埔寨金边参加美国东盟峰会及东亚峰会，并于13号至16号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拜登曾在9月表示，如果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他肯定会与其见面。上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透露，双方团队仍在努力安排拜登与习近平在11月份可能举行的会面。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也已不止一次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元首是否将会晤的提问。虽然回答都是目前无可奉告，但他也表示会继续努力保持联络渠道畅通。不过，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执意窜访台湾后，中方宣布了对美国的8项反制措施，取消了3个涉及中美两军间的工作机制，暂停了5项中美合作，至今未恢复。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重启有关沟通需要有利的条件和氛围。本月26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2022年度晚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晚宴致贺信称，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也向晚宴致贺信，他表示，中美两国在应对21世纪的全球挑战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应对气候危机和加强全球卫生安全。联合早报报道指，种种迹象显示，中美关系似乎开始解冻。中美元首致贺信这个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常规的操作。那我们常规的操作得以保留，也说明双方有意去重归沟通交流渠道。但是呢，这个沟通交流能到哪个层次，还取决于双方的努力。因为目前的话，双方高层的会晤基本上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沟通交流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最终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10月31日15时37分，搭载中国空间站最后一个主体舱段梦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 B 遥4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预计明天上午接近空间站。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已做好迎接梦天实验舱的准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3舱形成 T 字基本构型。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的收官之战正式打响，这也标志着载人航天3步走发展战略迈出重要一步，属于中国人的空间站时代已经到来。3、2、1，点火！点火！起飞，T 0 150 3拐分2.3秒，191毫秒，150 3拐分2.3秒，191毫秒。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工况正常。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梦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3个舱段，第2个科学实验舱，由工作舱、载荷舱、货物气闸舱和资源舱4个部分组成，全长17.88米，直径4.2米，
起飞重量约23吨，是我国迄今为止最重最大的航天器。后续，梦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完成有关功能测试后，梦天实验舱将按计划实施转位。届时，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在同一平面，形成中国空间站 T4基本构型。三舱最终实现控制、能源、信息、环境等功能的并网管理，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推动我国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梦天实验舱入轨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中继的展开、太阳翼的展开。这些保证了信息跟能源的功能正常入轨之后，整个飞行器在轨运行的一些状态的设置。我们实验舱的话，采用的是一个地面制导的一个半自主的一个交会对接方式。梦天实验舱密封舱容积近110立方米，可为航天员提供约32立方米活动空间，而两个实验舱任务也有区别。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而梦天实验舱则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梦天实验舱是3舱中支持载荷能力最强的舱段，提供13个标准科学实验柜安装空间，舱外还配置有37个载荷安装工位，可为各类科学实验载荷提供机、电、信息方面的能力支持。梦天实验舱也被称为太空货运港口，它独具的载荷自动进出舱功能，将进一步提高空间站进行舱外载荷实验的能力和效率。舱内配置一台载荷转移机构，可以稳定执行将货物从舱内送出舱外，或将舱外货物运至舱内的任务。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上还安装了全自动弧形滑移电动舱门，可为货物进出舱提供一条宽阔的走廊，也是隔离舱内与舱外空间环境的关键设备。值得一提的是，梦天舱还可以化身为微小航天器的母港。当需要执行释放小卫星任务时，航天员只需要把小卫星安装在释放机构肚子里，再整体安装在载荷转移机构上，按照货物出舱流程，经气闸舱泄压后，把释放机构送到舱外。机械臂抓取小卫星释放机构，并运动转移到发射方向。收到地面发送的释放指令后，释放机构就会像弹弓一样，把小卫星依次以规定的速度弹射出去，从而实现在轨释放小卫星。这就解决了微小航天器低成本进入太空的问题。按照空间站1+1+1=1的核心设计理念，梦天舱作为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工作的关键核心载体，将不再为航天员配置类似天河核心舱与问天舱的再生生保以及睡眠区、卫生区。但空间站的3个舱段均配置有航天员的锻炼设备，梦天舱配置的是类似健身房划船机的抗阻锻炼设备。6月5号，空间站迎来了神舟14号陈冬、刘洋、蔡旭哲3名航天员入驻，他们预计12月返回地球，在轨6个月。在轨期间，7月24号，中国空间站第2个舱段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10月12号下午，天宫课堂第3场在中国空间站开讲，这也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问天实验舱内进行太空授课。在约50分钟的授课中，神舟14号飞行乘组生动介绍展示了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水球变懒实验、太空趣味饮水、会掉头的扳手等神奇现象，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这是陈冬展示的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和地面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在太空，由于没有了重力的束缚，表面张力作用会更加的明显，会驱动液面不断的上升，最终我们的液面都会上升到管顶。水球变懒实验则由刘洋授课。刘洋先是用注射器喷出空气，快速冲击水球，水球发生剧烈震动，然后在水球内加入一个空心钢球，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钢球穿进了水球，但是水球仿佛有粘性一样，把钢球又给拉回来了。好的，现在钢球已经放置好了，我们再以同样的力度来冲击它。震动确实变小了呢，水球好像变懒了一样。为了迎接梦天实验舱的到来，3位航天员在9月30号配合进行了约1小时的天地协同，让问天实验舱进行了转位。空间站组合体由2舱一字构型转变为2舱 L 构型，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转位机构在轨实施大体量舱段转位操作。
到年底，空间站还将迎来神舟15号飞船的到来，届时将会有2批6位航天员齐聚空间站，共同生活工作。今年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按照载人航天3步走发展战略，梦天实验舱的成功发射标志着第3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即将完成。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专门为中国空间站3个20吨级主舱段发射任务而制造的大型火箭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以3战3捷的完美表现，助力中国空间站主体3舱齐聚太空。下面来连线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王先生您好。今天梦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升空，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迎来收官之战。那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升空呢，中国天宫空间站将会从现在的 L 构型呢变成一个 T 字形的构型，这也是当初规划天宫空间站时的最终的理想状态，也就意味着梦天实验舱的对接成功将标志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落成，所以我们把梦天的升空呢称为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收官之战。如果回溯到1992年，我们制定载人航天工程3步走的计划呢，到今天为止已经经过了30年。如果从70年中国发射第1颗人造卫星算起呢，至今已经有52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宫空间站实际上是在2021年才发射第1枚核心舱的。从这个时间点上看呢，天宫空间站的建设工程一共也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在国际社会上认为我们的速度非常之快。但是我们看到的天宫空间站的建造，实际上是几十年的漫长探索积累过程的一个最终的成果。中国的空间站工程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探索过程。从2011年和2016年分别发射天宫1号和天宫2号目标飞行器呢，我们建立了短期的有人驻留的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能力。在这之前呢，中国完成了载人轨道运行、舱外活动、航天器的空间交会对接等重要的能力建设。随着天宫1号和天宫2号的任务的顺利完成，中国具备了建设更为完备严整的空间站系统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2021年天河核心舱的顺利升空的真正背景。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成功自主建设空间站，您认为有何重大战略意义呢？实际上，从空间站工程本身来看呢，这个工程本身就是创新驱动战略的直接体现。中国的空间站既是重大的科技创新行动的成果，同时也是未来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动的通道和大门。从我个人看来，空间站工程就像是一个引力异常巨大的磁石，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创新步伐，另一方面又以自身作为科研基地的平台优势，有力地反哺了各项基础研究工作。所以这种能够实现循环推进的重大科技工程呢，是中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创新驱动活力的有力的一个抓手。实施空间站工程就要求中国在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要有诸多的突破，比如说新的材料、新的燃料，包括新的电子科技以及系统工程，特别是在自动化系统的能力方面都要有全新的提升。如果不是依托空间站这样一个重大工程，那么这些领域的进步速度和创新实力可能就不会得到这么快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以空间站这样的重大创新工程为抓手，利用它来带动国家各行各业的能力提升，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好的，谢谢王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